大家好，我是议员。官方发布了这则公告，策划面对面第17期。不过这一期是专门讲军器的，这一期讲的内容其实跟我们上次开会讲的内容是有关的。所以今天的影片除了提一下公告里面有讲到的东西，还有说到我们那一天开会到底讲了什么，有一些东西我是没有透露出来的。在上次的圆桌会议，他们有收到几个反馈。第一个，军器属性太过随机，难以获得有效提升。第二，专属铭文难以获得。第三，铭文兑换时间过长，且开启铭文宝箱经常获得无用的史诗铭文。这里说指的就是准备了180个鎏金币之后去开启那个箱子，但是大多数都是史诗级了。第四点，专属铭文的军器经过10次洗炼之后依然有无用的属性。那坦白说，这4点确实是那天我们开会提到的东西。那天开会是我们有史以来开会最久的一次，好像2个小时半呢。一般开会的官方都是找一些主播或者是大佬，那主播是肯定会直播去开一些军器的，所以他们的想法会比较多，大佬的想法更加多。有些大佬花了好几十万去买军器宝箱，结果开出来的东西里面全部都是垃圾，甚至没有几个专属铭文，所以那一天大佬抱怨的内容会比较多一点。因此他们决定新增部分关于军器本身养成及获取体验的优化。第一点，增加铭文保底机制，对专精铭文和专属铭文的获取增加保底机制，且专属铭文的保底将会记录执政官历史传说军器的获取数据。相信看到第一点，大多数的大佬应该都是蛮生气的。你现在才跟我说增加保底，那我也不知道官方之前到底是不是有保底的，或是有保留之前的记录。如果是重新计算，我相信对于一些已经玩了一段时间的玩家来说是很不公平的。并且各位注意看的话，可以发现到官方是已经加入了专精铭文。专精铭文在之前有提过，它是在专属铭文之下，普通铭文之上，中间值。当你获得一个双铭文的军器，只有2个可能，一个就是专属铭文加普通铭文，或者是专精铭文加普通铭文，并不会有第3种可能。不过增加铭文保底至少比现在好很多了吧？现在都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拿到专属铭文，或者是拿到一些比较好的铭文，完全看不到记录。对于一些有购买礼包的玩家完全是无底洞，你不知道要买到什么时候才可以获得专属铭文。至少增加之后可以看到目标，你还知道可以买到什么程度就停手。第二点，优化游历和委托系统，可以锁定部分阵型完成游历和委托，一定会掉落锁定阵型的军器，提升在2个系统中获得军器的概率，减少获得资源及加速道具的概率。这个要求是当天国服主播丫头所提出来的。会提到这一点是因为政务院如果你要提升到25等级，其实要消耗的道具还蛮多的。但你们可以看一下，如果我提升到25等级跟我提升到23等级，其实拿到的物品的价值是差不多的。与其是这样，我还不如停留在23等级就好。我升到25等级也没有拿到比较好的东西，也没有更高的概率，只是提升到25等级不会拿到这么多的贤者之证而已，会让玩家搞不懂提升的意义在哪里，我花了这么多宝石的意义在哪里。在官方讨论之后，他们才决定优化游历和委托的系统。第3点，新增更多军器获取渠道。这个在之前的影片中有讨论过，除了我们现在拥有的方式之外，更新之后会获得自选和随机军器宝箱，还会开启限时活动，根据玩家历史累积军器获取数量，获得自选军器阵型专精铭文。虽然专精铭文并不是最好的，但至少比较起普通铭文还要更高一点点。比较起目前我们拥有的普通铭文，至少是有提升那么一点点啦。但我相信之后这个活动越出越久，大家获得专精铭文更多了，依然还是会追求专属铭文。第4点，去掉铭文宝箱中史诗品质的铭文。他妈的，你不早点讲！我上个星期才换了一个，丢你啊心！替换为后续传说品质军器提升也有收益的道具，那我个人推测有可能是洗炼石，或者也有可能他们会增加新的道具。接着第5点，我相信是大多数玩家都想要的东西，尤其是豹哥。你们记得那一天我把他开的那个专属铭文吗？被他洗烂了。其实他原本有一个铭文就已经洗烂了，没有想到第2个开出来的铭文也是洗烂了。所以官方决定优化洗炼功能，10次洗炼后也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对军器进行后续的洗炼，但是这里并没有详细的说明到底是用什么方式来洗炼，但至少可以让那些已经把专属铭文军器洗烂的玩家有一丝丝的安慰吧。我个人觉得比较大可能是要花费解锁，或者是需要花到更多的洗炼石，甚至可能增加新的道具之类的。以游戏制作的角度去想呢，不太大可能免费让你去洗炼的。目前我们正在设计关于以上修改的详细方案，相关内容会在后续的2-3个版本内逐渐上线。
不过官方这一次确实是有聆听那一天开会玩家所讲的东西啊，上面讲的东西其实基本上那天我们开会都有提到，官方修改的部分并没有很多，可能是上一次真的是惹火那些大佬所以这一次是真的完全听大佬所讲的东西。同时他们决定将原定的新阵型和专精铭文内容推迟至2月尾版本上线，也就是说各位住房车头还是不要高兴的太早，官方依然还是会出新的阵型。那说到这一点呢，其实那一次开会的时候官方只是透露会出一个新的龟甲阵而已，但是你们可以看到还有一个是没有公开的。其实我在想那个问号呢，会不会有可能是野战的军器嘞近期官方又推出了新的重机体系统帅，所以我觉得有可能是重机统帅使用的，或者有可能是机械使用的阵型。现在大多数的机械还是用楔形阵比较多，或许会增加一个反伤的阵型也说不定。而且各位可以注意看到官方这里所放的新铭文，也就是专精铭文呢，只有用到一个格子而已，所以我推测获得专精铭文的概率应该也是蛮低的，仅次于专属铭文而已。其实这样更加让我搞不懂啊，你出这个专精铭文会不会拉低我获得专属铭文的概率？还有专精铭文如果要获取的概率提升的话，你至少要增加2到3个吧，才增加1个而已，肯定是会调整到其他铭文获得的概率嘛。这个概率调整的到底是专属铭文的还是普通铭文的呢？所以这里也是给大家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啦，会有2个新的阵型，然后有专精铭文。但我个人觉得不出意外的话，新的阵型应该只是会影响到车头，不管是机械或者是住房而已，或许不会影响到野战目前使用的阵型啊。因为我觉得如果官方真的出一个新的野战阵型的话，相信大多数的玩家应该都会骂官方大佬应该会更加不爽，我是打赌官方不敢推出啦。此外他们也了解到关于征服赛季备战商店内的装备觉醒太难的反馈，由于每个赛季能够获得的图纸数量有限，确实存在养成难度较高的问题。针对这个情况，我们目前正在考虑增加每个赛季可获取的图纸数量，比如增加征服币的投放，调整图纸可兑换的数量等等。以我对这个游戏的了解呢，它之后增加这个东西呢，应该也是要求玩家击杀多少的目标，如果是改成那样其实还可以接受。不过我们只是站在老玩家的角度去想啊，你们可以想一下，如果是新玩家的话，这样差距会不会拉得更加远呢？变成旧的玩家可以获得更多的征服币，还有征服装备的图纸，缩短了5觉醒需要花的时间。这样新玩家面对到老玩家呢，还是会比较吃力。这样以后 KVK 到底要怎么样匹配？难道新的区域完全不会遇到旧的区域吗？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官方不调整获取的数量，对于老玩家来讲，他们肯定是会去跟官方投诉的。你出了这个5觉醒系统，但是我们获得的图纸这么少，那官方是确实很难啊。你们也看到最近官方想要更新的内容了，原本是想要为新玩家去做考虑的，但是旧玩家一直反对，变成他们现在的更新只能往旧玩家那边去做考虑。新的阵型也是如此，不过之前我有听闻过官方不会再出新的阵型啊看来只是讲而已，他们想要赚钱是不可能不出新的阵型了，就只是看会影响多少的玩家而已。像龟甲阵只是会影响到住房车头而已，所以反对的声浪或许不会这么大。那你们试试看叫官方去改楔形阵，或者推出新的野战阵型，我相信很多玩家都会反对了。不过暂时我们也只是看到更新的大纲而已，详细的内容还是要等官方之后的公告，或许到那个时候我们再详细的讨论。那各位对于这一次的策划面对面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我们下个影片再见。